切，湿漉的鞋，唱遍天地飘出的音乐。一条短信，一次妥协，一种被人宠爱的错觉。一座城市，一个位置，混乱一时，我的过去式。喜欢欣赏，讨厌崇拜，自信才是我的进行时。不怕不怕，把眼睛瞪大，像那张墙上的卡通画。哎呀哎呀，我自有办法，别再啰嗦，我来为你解答。你好，谢绝推销，我不是来推销的，也没有人买保险。我不是来卖保险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面试的，面试。你要面试什么？助理编辑。 Oh my god！ 我的天哪，你怎么让他进来了？不会早上9点就有人来送外卖了吧？他就这样走进来了，我哪拦得住呀？他是来面……我是来面试助理编辑的，请问负责面试的主管在哪里呀？助理编辑，你原地等会儿，我现在去核实一下。哎，看来我们要搬救兵了。 你的确是来应聘助理编辑的？啊，是啊。那你知道什么是时尚吗？穿衣打扮，明星名流。哦，还有呢？吃喝玩乐，香车美人。还有呢？还有啊，名牌、奢侈品、小道绯闻。哎呀，你对时尚的理解太特别了。可是，当助理编辑太委屈你了。委屈？对，委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要推荐你去面试一个更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韩上最重要的位置。走，请跟我来。走。这边。哎，乔总监，主编现在没空。我有要紧的事儿，怪他。哎。 等一下，我打给你。哎，我这里是超市嘛，为什么可以随便这样进进出出的？抱歉，主编，我是雷厉风行，在执行你的意思。作为行政总监，杂志社的人事，我总是要时刻关注的。你呢，一直缺一个私人助理，这个问题啊，困扰我很久了。这不，你看，我给你找来一个。 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条件好，悟性高，怎么样？可以面试一下吗？你在开玩笑吧 ？No， 我可是很严肃的。OK， 你们先出去一下。那面试呢？等一会儿再说。OK。 周铁，在这儿等一下吧。哦。哎呦，没想
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带钱了没有？什么钱啊？洗衣费。你就是昨天那个谁呀？那个谁呀？昨天你穿成那样，今天变了风格，我都没认出来。记得就好，我谅你也不敢赖账啊。哎，我说你来这儿面试，你不觉得你走错地方了吗？哎，算了，你也没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来掏钱，掏钱，掏钱，掏钱。多少钱啊280。280。280洗一条裙子，你还不如去抢得了。那是佳维斯的，告诉你，280是我面子价，我还没算你给我弄坏那手绢呢。少废话，掏钱。少1块，对。行了，正好，你可以走了。走。对呀，咱俩2清了，你还不走？你待这干嘛？我还等着面试呢。面试。就您这样的，哇！您看看底下人那是什么样子啊？您再看看我，您觉得这个地方会让您留下来吗？我是来面试助理的，我不是来面试模特的。像你身上这件什么真维斯还是假维斯的，谁知道啊？再说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工作是需要用外表来衡量的。您呐，最好还是相信吧啊！主编说了，待会儿忙完就见我。哦，是吗 ？I'm sorry， 主编他永远忙不完，所以他没空面试你啊。我不相信。嘿，我说你，好，你等你也不能坐这儿等啊！出去出去，哪儿凉快你给我哪儿待着去。方令仪。连一个来面试的你都打发不走啊？主编，他特别拧，死皮赖脸的就是不走。叫他进来。哦，是。进去。你好，我叫周田。这个，是我的简历。你真的想做我的私人助理吗？对，我很需要这份工作的。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次见您。我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在大学的时候当了2年的校刊主编，还在还在北京青年上发表过一些调查报告。这个是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些评价什么的。我大3的时候呢，在贵州山区做过志愿者。这个，我给当时的那个学生啊讲过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这是当时的团市委给我的一些评价。我英语过了专业的6级，法语4级，口语蛮流利的。什么是时尚？时尚嘛，时尚就是。
的那个，嘘。啊！到镜子前头去，用4个字来形容你自己。哦。自信，坚定吧。连说话都在发抖，你既不自信也不坚定，而且还说谎。你过来，你把那个桌上的照相机拿过来，拍下在这个房间你认为最贵重的东西。哦。为什么拍我？您是主编嘛？我想，在这个房间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比我贵重，比如时间，比如我桌上的样书，再比如在我书柜那边的29年 Coco Chanel 纪念版，你都没有注意到。你不仅缺乏了观察力，而且还试图走捷径的方式。我不需要花钱去雇佣一个拍我马屁的人。您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太早了一点？我想问您，您凭什么这么羞辱一个您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就因为我是求职者，而您是决定能否让我坐上这个职位的人，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站在镜子面前说自信坚定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而我拿相机拍你，是因为我觉得主编代表着一本杂志的灵魂和气质。对，我现在是不懂得什么叫时尚，可是您能保证我以后也不懂？不好意思，耽误您的时间，再见。那谁呀？站！你被录取了。第一，从现在开始，你要牢记你听到的每一个字。第二，我是首席助理，上级；你是初级助理，下级。第三，你首先为我跑腿，我不在的时候才能让你为主编跑腿。跑腿？废话，助理不跑腿儿跑什么？请你学会用嘴说话，因为主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根本不会看。哦，知道啦。喂 ，Hello， 皮埃尔，
What? Number. Friend. Air friends？快，你来接。 Hello? Okay. Hold on. I will keep it. Bye. 对方说呢？对方说。 皮埃尔先生是坐明天早上法国航空公司的 AF8090号航班，准确到达时间是早上5点15分，让我们去接机。他说他没有带随行人员，就一个人，但是行李很多，让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车去接。好吧，你今天可以走了。明天上班第一个任务，接机。哦，皮埃尔是什么人啊 ？Oh my god！ 你这个问题最好别让主编听到了。皮埃尔是什么人？皮埃尔是全世界时尚界里最著名的经纪人之一，世界上很多大名鼎鼎的设计师都是他的人。你最好上一下百度，搜一下皮埃尔的资料，别明天见了人家一问三不知的。方令仪，如果你再让我听到你发出的声音，你就倒大霉了。对不起，主编。他被录用了？怎么可能？难道他是主编的亲戚熟人？ 当然不是，那他父母双亡，兄弟十载。主编起了恻隐之心，动了慈善之念。绝对不是。那他真的过了主编面试的魔鬼三关吗？不可能！要是真的，咱们俩的名字倒过来写。莫名其妙，倒过来，奇妙莫名。哎，我看这倒是唯一的解释啊。主编，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有别的事吗？丽兹在创刊礼上突然撤掉广告，这么大的事情，主编，您的广告总监事先一点觉察都没有吗？正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广告总监了。可是他毕竟丢失了像丽兹这样的大客户。你呢，就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客户方面，你不需要操心的。Fork 压低价格跟我们抢广告商，主编，看来这几年你跟 Fork 的交情还真的不浅啊。我来，主编，来，我来。慢点啊，主编。哎呦，你说这个杂志社也真是的，怎么能让一个刚刚上班的小姑娘天不亮就去机场接人呢？工作嘛，服从安排是第一呀。再说了，让甜甜去机场接重要客人，这说明杂志社重视甜甜呀。这也是。哎，这些表都调了吧？啊，都调好了。哎，你睡吧，我会准时叫醒甜甜的。哎呦，你明天上午有课，你睡我来叫。课是明天10点的，我叫醒甜甜以后可以再睡呀。哎呦，干脆咱俩都别睡了，哎，有你陪着聊天，免得打瞌睡。那好啊，那你说吧。说什么？
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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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呢？哎，不要动，不要动，保持原样，保持原样啊！等我下班回来呢，我要拍照留念一下，纪念女儿第一天上班，她可怜的老爸老妈的护犊之情啊！啊，老爸老妈，你们快去睡觉嘛，好不好？我收拾收拾就出门了。皮尔什么时候会到啊？还没接到。喂，方丽姨，我一直站在原地，哪儿都没去，可他一直都没有出现。你个笨蛋！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接不到人，就不要回来了。还敢回来？他马上就要被炒鱿鱼了，我们又要迎接一个倒霉鬼喽。对不起啊！哎呀，我一直都在出闸口那里等，我还去了广播室找呢。反正咱们俩也死定了，你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吧。驾车。好的，主编。王楠，准备车。
姐，您去哪儿啊？去找被你们两个弄丢的人。周田，在主编身边，不打起200%的精神，随时都有阵亡的可能性。你犯了错误，我得承担责任。你做的任何错事，都等于谋害我，你知不知道？哦，我的巴黎，完了！Yes, but this, I didn't really learn my English. Really? I couldn't talk with everyone. Okay, I think you do okay. Pierre. Hey,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It's been a long time. What a surprise, Pierre. All in one piece. I had to change my flight. I was going to call you, I'm so sorry. It's okay. Miss Sue,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here for me. You're welcome, but it's not me. Thank you. Okay, well, would you come to Hanshan now? Okay, we can do that. 苏芒，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到我函上学。不用了，谢谢你。不过我想提醒你，可是他打电话约的我哟。 What are you two lovely ladies talking about? Nothing. Let's give you a surprise. Okay, come go. Okay, let's go. So bye. 连我这个前台都知道，如果皮埃尔能和我们韩尚合作，会给我们韩尚带来多大的好处，而你却连个人都接不到。主编助理啊，要都是你这样，那我也能当啊。 周田，乔总监，别太自责啦。乔总监，你能不能告诉我，没有接到皮埃尔对韩尚到底有多大的损失？皮埃尔手里啊，有一批顶级的设计师跟摄影师。我们要是能跟他签约，那么他们设计师的新品发布，我们就有优先权。 而我们的平面照片，也有可能由他们来操刀啊！你想想，这对我们韩尚来说，那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提升啊！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哎呦，你还真敢担责任啊！我告诉你啊，那个皮埃尔，他根本不是从巴黎飞来的，他是从东京来的。东京？ 对呀，他改了航班，却没有通知我们韩尚，而是让《淑女》杂志接机。哎呦，这里边呀牵扯了不少的关系，哪是你这个刚来的新人就能明白的呀？哎呀，好了好了，周田，你放心吧。主编要是怪罪你呢，我替你担着。 谢谢乔总监，不用客气。那我先去干活了。去吧去吧。主编就是主编，不佩服都不行。哎，皮也没丢，咱俩是不是就没事了？喂，通知 CC 造型的阿妙，晚上7点我要和皮尔请他在王府饭店见面。 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哦，马上。我送进去。I'm not the only one likes gray color.
I still remember someone who works beside you called Aaron, right? He also loves great color. He lives in America now. Oh, 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spoke to him last. Oh. Mr. Pierre, please. You're like my new assistant. 介绍一下你自己。I am Miss Han's assistant. My name is Zhou Tian. You're like my new assistant. Your new assistant is Asian? No.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I thought you have 3 assistants already, but now you changed it to 1. Okay. Let my assistants bring you the go around. Okay, no problem. I wish you all the success. Sure. Bye-bye. Here, please follow me. Bye-bye. 泰明、韩露，跟你打听件事儿啊。Mr. Pierre 最近有他的消息吗？这样，好，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好，回来见。知道吗？原来 Mr. Pierre 他已经负债累累，而且现在是谎话满嘴，所有他旗下的设计师都不跟他再续约了。 在欧洲混不下去了，然后现在可能要到中国来发展。那他肯定是会跟不少杂志社联系喽，不止我们一家啊。那当然，要不然他改班机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让大家闺秀去接他。看来我们是不会跟他签约了。有事吗？哦，这是下一季流行妆容设计方案，一共2个。 敬请主编大人定夺。主编，对不起啊。 没想到第1天上班就出错，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笨，可是没想到，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还连累别人。明天我就不来上班了，希望您能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您的助理。对不起啊。 昨天在这理直气壮跟我说话那个劲儿到哪去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站在这里看我吗？奇迹第2次发生，难道？ 你有什么魔力？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新的助理。这是今天的任务单和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削15支铅笔，都在里面了。 到对面的洗衣店取衬衣1件，外套1件，围巾1条。围巾也要干洗啊？你当然是不需要了。哦。到 Lawrence 的设计室取2项配饰，10点半之前到餐厅将主编的午餐改为全素。到西西健身房找李先生，跟他说他周日的新笔见面会，韩主编不能去了。这些不能打电话说吗？他从来不用电话啊。 《
买76号果绿色羊绒马桶软垫，安装在杂志社公司A3号专用隔间。我的咖啡怎么还不送进来啊？哦，好的好的。A 版，主编答应了我写 A 版，你拿的什么东西啊？A 版不是摆在最前面那个吗？啊 ！My God！ 我是造型师啊，到底要请哪天啊？你要的电话留言在他那里，你找他。谁是在我这儿了？你问他。你告诉他，我们俩是同一天来韩上的，是我得听他的。你问他，我是不是比他早来韩上3个小时？喂！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先把留言给我，完了之后你们再慢慢找。哼，不能！你看看，这15支铅笔15个长短，你让主编怎么用？太凉了，换一杯。哦。陆总监，哎，这个，可以带上。嘘，是主编让我来的。嘘。你在笑什么啊？我觉得差不多的，干嘛换来换去的呀？你以为你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这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倒霉孩子，我原谅你的无知，你上去吧。好，拍吧。主编，你看，我在中国大饭店碰到了资生堂中国公司的宋总，我们俩当时站着就敲定了协议，先签1年，每期40个版面，费用呢比之前荔枝高出10%。你看，现在就等您签字了。哎，除了资生堂，猫猫珠宝跟我也有进一步意向接触。主编，我想请问一下，韩上的广告总监人选，你是怎么考虑的？你看，现在广告部没有人具体负责，很多事情都不太好办，所以我看还是应该尽快的定下来吧。啊，主编，那你签完字打电话通知我一声。乔总监，资生堂是你给韩上的一个大惊喜。啊，那主编还会跟皮埃尔签约吗？当然不会。我想，苏芒的芭莎也不会。好吧，那我先出去了。尚董。哈喽，韩上广告总监的人选你定下没有？正在物色。如果你那里没有很合适的，我看就考虑乔美美吧。你们相交多年，配合起来比别人更有默契。尚董，如果您决定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意见。我相信尚董应该已经知道，乔总监送给韩上了一份大礼吧。
天。成峰，你怎么来了？接你下班啊？多远呢？倒了几趟车啊？到这儿我才知道我绕路了，下次我倒3趟就行了。你笨死了！第一天上班怎么样？适应吗？挺难说的，我觉得好复杂啊。啊，没事，第一天嘛，适应就好了。也许这儿的工作就是这么复杂吧。加油！加油！你们那儿也太复杂了吧？哈？哼，我听着也不像什么正儿八经工作，不是跑腿打杂啊，就是人际关系，要不然就是搞帮派斗争。这白领的工作也太复杂了吧 ？No， 我们那儿不就挺好的吗？行了吧你，人家发哥说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说的是人啊。你们那儿除了你和王师傅是人，剩下会喘气儿的那都不是人。哎，甜甜，我看要不你就别干了，我就不信工作都那样。你说你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凭什么受这份气呀？是啊，我也觉着你周田应该不是进什么通讯社，就是哪家大报纸，谁知道你却进了，哎，进了什么来着？什么？韩尚。听听，韩尚，这名儿莫名其妙的，那么奇怪。韩尚，你真的在那工作啊？这可是韩露亲自创办的杂志。听说这个女魔头超级难搞，助理平均3个月就要换一次。但是能去给她当助理，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机会。从她那出来，都能找到特别好的工作。周田，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你要加油。唉，我不熟悉那里的环境，第1天上班就犯了一个超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呢。其实吧，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1天忙下来，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那就甭干了呗。你说挣这份钱多委屈啊！淼淼，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哎，每天吃喝玩乐的，你说说你啥时候为钱愁过？就是，你可以不上班就不上班，因为你的老板是你的亲爹亲妈。我的老板可是你，我要不踏踏实实干活，我拿什么钱给你的凤兰交租金呀？哎呀，你们怎么都说到我头上来了？我是招你们了还是惹你们了呀？来，钟老板，我给你放松，来吧。你要干什么？别闹了，都看着呢。注意推拿。成我讨厌。不是吧？真累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快递公司送快递呢。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要祝贺甜甜找到新的工作。来，为我们都能自食其力，干一杯！干杯！我啊，有你们这帮朋友当我的靠山，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没问题，干杯！干杯！妈，哟，你怎么还不睡觉，还擦什么呀？没事。我问你，明天学校开家长会，你肯定不去了吧？药吃了吗？这药啊，我恨不得1天吃它6顿。只要以后呢，能去给看看开家长会，不忘记老师都说了些什么，我也就知足了。没事儿的，明天我就叫我的助理跟康康的老师电邮，家长会他说些什么，我全都知道呀。你跟老师可以有点联系，你跟对象也能有点联系吗？对象？你真的想一个人过下去啊？妈，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操什么心呢？来，我帮你铺床睡觉，别擦了，走。好吧，听你的，别操心啊。5月11日，晴。第1天上班，我却是沮丧的，甚至有个奇怪的感觉，在寒上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因为一个错误，我被罚的整整1个下午的跑腿，
最清晰的是韩露那种女王般的模样。在真实的生活里，怎么可能有女王嘛？除非是在做梦。唉，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明天我又会遇到什么呢？小董预约了不？妹儿，跟我来吧，跟我来。广告总监的位子，只要被我牢牢地抓在手里，哼哼，那我就完全有资本跟韩露抗衡。哎，你也太高估韩露了吧？我告诉你啊，在她面前，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你到我身边来，就必然要成为我的第二双眼睛。咱们俩联手，把韩露赶出韩善。我会给你这个行业里这个职位最高的待遇。那尚峰他能答应吗？他不答应。这个老滑头的钱不拿，白不拿。我去请乔总监。主编，不好意思，我刚才啊跟猫猫珠宝的董事长打电话，所以来晚了。好，今天我们会议的内容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韩尚广告部的总监由乔美美来兼任。我完全相信，乔总监上任之后呢，韩尚广告部会取得令同行刮目相看的成绩。我特别感谢主编对我的信任，我会尽我自己的所有力量来为韩尚创收，给大家办好韩尚提供最好的条件。接下来呢，我就介绍一下我新请的助理。世轩，韩主任好。怎么是你呀？你小子什么时候回国的？回来1个多月了。今后大家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不在的话，就可以交代宁助理。希望跟在座的各位合作愉快。世轩，坐吧。我对资生堂这一次广告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惊艳、震撼，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放心吧，主编。再说了，
有陆明来把关，我是很有信心的。哎呦，乔总监，您可别把担子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我会害怕的哦。哎呦，你就别太谦虚了。对了，世勋也就可以随时听你的调遣呀。没问题的，我跟陆明是老朋友。陆明，下周我必须看到很完整的创意案。No problem。乔总监，你必须得力保我们跟资生堂沟通的渠道要畅通，有任何的反馈立即回答。好的。你来给乔总监当助理，我还真有点意外。哦，你以前可是中国最红的模特经纪啊！宁世轩变了，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你看，对不起，太不负责了。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就没长出一颗爱美的心啊？这些饰品，不管在金钱上价值多少，它们可都是宝贝，你知道吗？宝贝是需要呵护、需要宠爱的。小美，哎，过来，把它收走。哎，你喷那么多水干嘛呀？你干什么呀？这是晶莹，我要的是晶莹的效果。现在还有吗？你在笑什么？这个水多水少有什么关系啊？后期不是可以修吗？这样多浪费时间呀！浪费时间？啊，不是吗？你看过我们的杂志吗？昨天看了，不就一本吗？对，目前还只是一本。看过之后，你记住了什么？很多图片，全是广告。你最喜欢哪本时尚杂志？别告诉我，除了一本《韩尚》，你没有看过其他的。我平时就是看看《瞭望》《新周刊》，哎，偶尔会看看《海外星云》。我认为你是找错工作了。你们的杂志本来就全部都是广告，除了广告还能让人记住什么啊？你们的杂志，我没记错的话，你可是主编助理啊。一本杂志首先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才有发展下去的基础啊。那谁能保证不会本末倒置呢？我这儿很忙，你还是上楼去吧。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在楼上，你千万别把刚才的话说出口。哎，帅哥，你真的是乔总监的助理吗？这还有讲吗？可是你怎么看也不像是助理人才呀。人是不可以貌相的。这一行就是外貌协会，怎么能不貌相呢？你们找我到底有事没事啊？我代表全体杂志社已婚未婚的女员工问你几个问题。问吧，不过我有个条件，我不想回答的可以不回答。当然了，谁还强迫你回答呀？你听着，你是谁，做什么的？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来这上班之前到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未婚还是已婚？未婚的话有没有未婚史？已婚的话太太又是谁？你和周总监是什么关系？在哪认识的？我说你们俩到底是 KGB 还是 FBI 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把我当成女警察，她是女特务，像我们俩谁招供，我们都很欢迎的。姑娘们，你们真是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如果我现在不是总监助理，我真恨不得马上招供。
处找你啊，办公室里一大堆事儿，原来你在这儿逍遥呢。你给我听好了啊！我让你来这儿工作的前提就是规规矩矩的，听清楚。我什么时候不规矩了？我跟人家讲2句话就叫不规矩啊！你别老是那么啰嗦。里边还有没有人啊？应该没人了吧？敲什么敲？开门呀！咱们厕所也男女共用啊。开门！谁在里面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田。周田。在我们的杂志里，除了广告，你没有看到其他东西吗？我只是觉得他五颜六色的。你真的没有看出一种欲望？不是，我说的不完全准确。我是说，看完杂志以后，你不会有一种欲望想要去拥有它们吗？拥有什么东西啊？看来我们的杂志对你真的毫无价值。一个人要是没有欲望，他就永远不会进步。邱总监找我了。把你所有的手段都给我收起来，别招惹这里任何一个小丫头。那要是他们招惹我怎么办？你还嫌栽跟斗栽的不够，是不是啊？啊，你忘了你是怎么在国内待不下去，跑到国外去了？哎呀，姐，我知道了，我答应来帮你，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嘛。哼，我就怕你本性难改，不是我说你了啊。你说泡妞，你也得看看对象啊。怎么，到国外待了几年，眼光和品味都没有了？周田那样的小姑娘，你也看得上？吃饭呀你！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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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走啊，走了，走了，走了！呀！
在哪儿？哎，这是下午的拍摄方案，交给陆明，主编通过了。哎，我听着听着。哎，好的，我一定会尽快交给主编的。哎，卢先生再见。哎，等等等等，怎么回事啊？他睫毛上怎么会粘上水晶珠子啊？那还真是啊，怎么会通过水晶珠子的方案呢？没想到，没想到。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原来你人在这里上班，你的耳、你的眼睛、你的嘴巴都放在家里头。你以为在韩上，谁能够这样滥竽充数啊？现在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呀？您先把照片弄成有用的，再惩罚我，我会全力帮忙的。连2个夹子都会搞错的人，我还指望他会帮我什么呀？我试过了，所有的照片都是带背景的，用电脑去修改的话，既浪费时间，效果也达不到要求。可是这一批跟刚刚那个方案是根本没得比。没办法，只能重拍。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把这些样张交给品牌商，你知不知道？所以啊，今天必须完成。可摄影师阿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而模特 Mandy 下午还有一场秀。你去想办法补救。